但你有就是你有碰过那种吃饭会有声音的？有啊，就是他不断地发出干扰你的声音。就吃饭能发出声音的只有猫跟狗，我可以接受。对，然后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感觉，说他这样造成干扰，对不对？我是 Zephyr。 好，今天非常开心，我们一样旁边有我们的金桃姨。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桃姨。好，我们现在想要问一下金桃姨，我常对她有一些好奇，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梦中情人吗？你觉得梦中情人的特质应该是怎样？梦中情人好看的吗？好看当然是条件之一，没有人会故意找丑的吧？所以一定要够帅，就至少我要觉得好看，至少是要入我的眼。好，例如你有看过，举那个偶像明星来说好了。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偶像明星，但我常常会有，比方说，别人说他很帅，或者是他某个戏里面很让人觉得非常有，就是让人心动什么的。那的确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不错，或是他整个外形，再加整个戏剧的人设，或是个性的立体度，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心动这样子。可是比方说我去看这些戏后面的采访啦，或者是访谈等等，对，常常会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反应，比方呆呆的啦，抢话，或者是说没有那么贴心，我瞬间就会对于他的帅，就对我来讲就不重要，他就大概只会剩下10%吧，他就是一个五官长得有在正确位置的人而已。对我来讲，那个帅的感觉就会瞬间消失。有眼睛有鼻子的人，对，就每个五官都长在正确的地方，想要理解，然后想要多认识他的那个感觉就瞬间就会消失，就不见。对，我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每次看到玄彬，就会非常的兴奋，然后尖叫说：“哇，他好帅哦！”然后好像非他不可这样子。那但是我就觉得，客观上来说，他真的是帅没错，但是在我心里面就没有任何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好像很多人看到什么彭于晏啊、玄彬啊，他们都会很有反应，然后对我来讲，我就知道是帅哥，但是下一秒那然后呢就没了。可是或许有些人他追星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想要跟他交往，他只是认为说我有看到一个这么五官或是外形这么就是离正常人平民百姓这么远，就是或许大家也都知道不可能跟这种人有未来嘛，但这种摆着在家里也好看，对啊，你就有张照片或是看他的剧，或是看他的剧或是什么就是让你自己的想象，或是让你觉得是说这样人在你的生活中有一点点点缀已经够好了，这样当然不会像我们是会想要说要多认识他更深入的时候，有些人或许不需要，他只是需要一个形象或是一个外形去填补他那个憧憬的感觉这样。我有个朋友他好像很喜欢演奇异博士他就叫 Benedict， 他就超爱他然后就是那种任何一个那种影片 clip 或是什么他都会收藏起来这样。对，然后后来他不是结婚了吗？我朋友超伤心的，他伤心了大概3个多月，没有，就是失魂落魄这样。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我想说他就算没有娶这个女的也不可能娶你啊到底需不需要把自己的就是生活都一团？可是有些人会把这个东西看这么多的影片或是截图或是各种方面已经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这东西突然被抽掉或是突然幻灭的话，好像就突然就会有点失去重心这样。对啊，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这些所谓的梦中情人，他就是大家都很心里面一定可能有一个梦中情人的形象嘛，对啊，
那这样大家爱的真的是他本人吗？还是那个形象？好，像有些人的梦中情人其实也不一定是就是演艺人员或什么，有时候是可能是爸爸啦、妈妈啦，或者是就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对你来讲是很重要，或是说某一些条件，或是气质，或是一些元素是你觉得对你来讲很重要，你会希望未来的这个情人，或者是未来你的另一半或伴侣是拥有这些特质的，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刚好这个人的形象或特质刚好弥补了我们的想象？好，那因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喜欢的一个模式，那刚好这个人出现又弥补了我们的想象，然后我们才会觉得哇，他真的超完美，就是理想的情人这样子。对，那如果有一天他展现出来一部分真正的自己，有可能比如说他走出去一样啊，照样挖鼻孔啊，放屁什么都来了，那这样会不会也会不符合我们的想象，然后会就是马上我们就会幻灭，觉得这个人已经变了。他没变啊，你要不要接受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会屎尿的，对啊，每个人都会打嗝啊。所以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对方已经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对，然后也没有，只是我们不认识原本的他这样子。对啊，他就是真实的模样。我们当初看到的那些我们很喜欢样貌，就很像是我们在外面的糖衣吧。你在刚吃的时候都很甜，然后都很香很美，都是你喜欢的口味。可是你慢慢相处久了，就很像把糖衣慢慢的就是融化完，它就是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是一颗石头，还是一个很酸的果子，等等的，就是你那个时间点过了之后，甜蜜时间过了大概3个月吧，过了之后，你看到的真实的样子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想要把它吐出来，还是继续吃下去？对啊，就是看你可不可以接受它真实的样子展现在你面前而已。对啊，你有碰过梦中情人吗？还是有没有什么一见钟情的经验？说起来，我以前就是也曾经有对一个人蛮有好感的。对，而且那种好感是第一眼看到他就会真的觉得有点熟悉。就是我可能对熟悉是指熟悉的那种感觉是很像是以前我可能对任何人都是刚见面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那个人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就会特别想要再多看他几眼这样子。所以外形也是好看的，对你来讲，对啊，就像你说的，外形就至少入你的眼了，可以对，要通过我们的标准。对，就是可能非大众，但就是至少自己看得舒服。对，就自己看开心喜欢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当下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不过就是因为后来慢慢相处之后，会发现这个同事是个同事。对，然后他跟我就是我们会一起有共同的一起去看电影啊，或者说我们会有一起讨论一些事情，就会发现他跟我的不管是观点想法各方面都非常的相近。对，可是其实也只有看电影啊，搞不好他喜欢吃香菜你不喜欢呢？你们有到这种？没有，我就觉得看电影不就是可以讨论比较深入的话题吗？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他跟我各方面其实都蛮能够相近。那以前的其他人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可能以前的人就是跟对方聊一两句就会觉得那就这样咯，对，一切就是到这边为止。可是这个同事给我的感受就比较不一样。有这么多没有办法让你觉得有兴趣的人我通常都是那种聊一两句话就会觉得好像话不投机，到底聊什么？2句就可以知道教我。
没有，有时候会觉得他讲的就是很生活琐事啊。那可我可是人家能又跟你不没有熟，人家跟你不熟，不讲生活琐事，到底要讲什么？没有，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你讲这些主题不见得我很有兴趣。有没有办法具体一点？没有，比方说好了，像我如果说我跟你刚认识，其实我很喜欢宗教嘛，就是我对宗教或者哲学其实很有兴趣嘛。可是我真的不会跟一个陌生人聊这个。如果我跟你根本就不熟的话，我真的也只能跟你聊说，哦，今天天气还不错，哦，对啊，我有养一只狗，对我猫狗都可以，我很喜欢动物，就这样。我真的不会很难跟你讲说，我告诉你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爱的艺术》，它真的很不错，就是对它原来爱是无条件，这件事情是可以练习的。就我很难去跟一个陌生人聊这些东西，或去跟他谈这些，我真的只能跟他谈说，我跟你讲，路边我昨天吃的那一家那个烧烤还不错，就他真的有很好，他只能聊这么表面的东西啊，不是吗？两句的话，我的意思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他聊的是生活琐事，但是至少你要就是看你的反应，看对方的反应，应该知道说这个话题是不是对方有兴趣的吧？什么意思？对，再解释一次。意思是说，假设好，你真的讲你昨天吃了什么东西，如果今天对方他是有兴趣的，他就会继续跟你聊下去，就是至少会有点回应。那如果他对方讲的这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回应的话，那就表示这个话题当然就是可能就你就真的不喜欢，就没办法。但我的意思是，就我们也都不是20出头岁的年纪嘛，那到这个就是到这个走到这20出头的2倍了以上了，就有没有什么人是让你比较，除了你刚刚说你的同事以外，还有没有就是好像让你觉得就是比较想要认识他？当然啦，不是一见钟情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可以延续下去的。通常能够延续下去也是他个人的特质，不是吗？比如说他的谈吐啊，或是他的想法啊，是有一部分是让你觉得你是可以去学习啊或崇拜的。什么事情会让你就是瞬间对方会挖话？就是挖话就是本来让人觉得很不错，然后瞬间就是掉到零，就那感觉不见，有什么掉到零？对啊，通常比如说他可能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比如说好，他认为女生就是穿得太暴露，那他就是今天受到骚扰是那个女生应该负点责任，而不是对方应该要负责任的。不是加害者要负责，对，是受害者自己要检讨。这个部分我就会完全没办法接受。对，我没有办法接受吃饭有声音呢。吃饭有声音当然也是。但你有就是你有碰过那种吃饭会有声音的？有啊，就是他不断地发出干扰你的声音。就吃饭能发出声音的只有猫跟狗，我可以接受。对，然后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感觉，说他这样造成干扰了，对不对？对，那种再帅都一样就不行。对，还有呢，他吃东西一直滴来滴去的，就是习惯不好。对，就是对。然后以前我就是还很重要，就开车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对了。情绪到底稳不稳定，就是会不会在那边大吼大叫，或是那种不耐烦那样。所以对我来讲也很重要。路怒症的人，路怒症也不用到路怒，有些就是会很容易，就是人家就是稍微慢一点或什么，就开始会想按喇叭，或者是就觉得就会开始碎碎念，那种我就也没有办法。还有什么喝醉也很重要，喝醉之后到底会不会失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酒品当然很重要，也是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会希望看到他比赛的时候，竞争的时候，比方可能会想要跟他一起去打篮球啊、爬山之类，就是那种会让你很累、很疲惫的时候。人通常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都可以表现得很好，可是如果比方说又累又饿又渴，然后又爬山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在很脆弱的时候，真正的个性就会跑出来。那我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是这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没有办法，这就是本人的本质啊，那种也没办法改的，对啊，这超脱他原本的人设了。对，就是在他比较脆弱，或者是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完全维持好那个原本状态，他是怎么面对的？就是在比较精神比较耗弱的时候，的个性就会跑。对啊，对我来讲，我就是会有这几个相处之后，我就会去觉得说，这东西到底合不合适，再继续认识。那很多时候在前面，包括就是饮食的习惯啦，就是习惯，然后再来就是各方面这样相处，很多时候就是就没有下面了，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就是可能一开始他有展现出这样子的行为，就不会再给他机会的意思，就会冷下来，因为你说。就一定，其实我们也会嘛，尽量想要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就是即使看到流浪汉平常也没在给钱的，就是有一个喜欢人就会就是想要给他一点，就表示自己是个好人。对，我就碰过这样，就是他想要表现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确也是善良的人，事实上是，但是在很多小细节方面，就后面相处多了，自然就会有展现出来，让你觉得其实这种东西也没有必要改。你会知道没有必要改，是因为就是也不可能改，那就是人的个性，对本来的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感情当中的那些包装，你觉得是必要的吗？很难没有包装吧，因为你事实上就是希望别人看到你真正好的一面，不然的话，就是但也不应该包装到后来自己骗自己到忘了自己真正样。因为即使我们碰到喜欢的人或是有兴趣的人，我们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好嘛，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该化的妆都会化好。可是事实上你回到家，你就是得卸妆，就是得换回你的衣服。那卸妆后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你还是得自己清楚，而不是后来会变成，总不可能永远都是你打算永远都是带着妆跟他见面吧。虽然听说有的人是这样，就好像就是如果是过夜什么，是整天妆都不卸掉的。对，在他爬起来之前先化好，对，在他睡觉之前，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对我来讲就有点太辛苦了。对，那你在感情当中，我其实蛮好奇的，你有曾经为了哪一个对象而就是情绪上面非常的纠结或难过吗？分手一定会吧，就难免分手，就是如果你不是想分手的那一方。可是如果是指说还没有分手之前就交往过程当中很纠结什么？就是比如说之间你跟他没有说情感上面的纠结吗？我碰过一个他情感超级丰富的那种，就是艺术家型的，但他没有不对啊。他一直以来他当初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情感很丰富，把我很多其实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情感部分让我见识到说原来有人可以这样子，然后他又是一个很有美感然后很有艺术气息的人，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这样。对，那所以他对你表现的感情也是非常的，他是非常丰富，因为他本身是需要一个热烈。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是艺术家的关系，反正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对他来讲，他认为情感就是应该这样被满足，所以他也会这样满足你。可是相对我没有办法这样去满足，就是相比起来，我已经就变成是太理性。对，所以他是会那种，比方他可能会因为创作或干嘛就有点忘了时间，那比方说他要来接我或什么，但是时间就不对这样，而且或者是说就迟到了，但他又没有先跟我讲，或是晚了一点跟我讲，我有时候就要等他这样。那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就是我其实也没有真的就是那种歇斯底里，我就会说，就你到底为什么？就是你可以先跟我讲，我就不用一直站在，我可以去旁边坐一下，或者是去书店或干嘛。那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讲？有时候会为这个就是生气，会有点争执。然后他是那种你在发脾气的就会突然看着你，
然后从旁边的袋里面拿出一包纸，然后开始画你。然后说等一下，你知道那个那个生气的那个很有生，对，他觉得很有活力，什么活力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有没有活力？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就是这样，你有没有更火？我觉得刚开始我会觉得有点好笑，因为就突然气不起来，觉得太荒谬这样。然后他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两个在讲什么，就是比方针对一个价值观，比方在讲说这个吃饭到底要不要马上洗碗这件事情，或者他是问我细节，他对，就类似像这样子，大概这种很生活的在讨论，其实也不是吵架，不是说你一定的。可是我讲到一个，就是我想要很坚持我的点，我有时候讲话会就是比较快，然后会一直想抢话，然后他就会说等一下他就会开始拿笔起来写，他说等一下我完全感受到你那个极度想要赢，然后他就说这感觉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具体化，然后他现在可以，他就开始写这样，他永远会打断我觉得他叫做人类观察家吧，他真的很也不能说他很奇怪，他没有对我，他从来没有，他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人，然后甚至是一个情绪价值给很满，然后任何一个节日都不会忘记，送我的礼物从来不会重复，他都记得。就是如果一个男生来讲，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但是比较起来，我反而比较像是一个太过理性，然后其实没有办法回应他这么多，我就会觉得很累。我反而他可以，他的确很每一个情绪都帮我想要把它接好，可是有时候对我来讲，我想要好好讨论一件事情，而不想要讨论这个情绪。对，那有时候是相似，那可是你叫他改没有用，因为他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就不是用那个脑的部分，他的工作就是靠他的理性去，他的发挥他最大的感性，去把一般人觉得小小的事情，他可以把它变很大，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作品这样，然后能够感染别人。但我们就不是这样子啊，那我如果想把它改成变理性也很难，他就不像他啦。对啊，那所以也不能说就是在相处上的那种纠结，你会觉得说他不是不好，是我要改吗？那时候会有一个这个纠结，就是是不是我不好，或是应该说是不是我就真的那么不适合他，我到底有没有要改什么，然后我真的要改吗？那时候我的纠结是我真的要改吗？可是改了我也不是我了，就我没有办法，我不晓得怎么把理性变得很感性，事实上就是我不理解的东西。我已经算是一个很同理别人，然后会感受到别人感受的那一种人，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像他这么大。那他因为他是像看到路边的流浪汉，或者什么他会难过很久的人，对，但我是会觉得，对，我会就跟他比起来，我整个很弱，就是整个就是对这些感觉好像完全丝毫没有一些感受力的感觉，就我没有办法像他放大的这么大，对，那但我又跟一般人来比，我又是已经算是会共感别人，会感受到别人的辛苦，感受到别人的难受这些东西，我又是已经不算是神经大条的人，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个敏感度有多敏感。那我就会那时候是觉得在相处上，因为刚开始很有趣啦，刚开始就莫名其妙，然后这种荒谬感，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荒谬感，可是久了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他就好像永远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点，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他的点，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谁的错，感觉好像也要用你的满满的情感来填补他那一块。但我的对，因为我的情感再怎么满，可能都没有他的一半。那我们好像就在某一个点上就永远接不上，对，就永远，然后慢慢的，也不能说是什么谁淡了或什么，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卡卡的，对。然后那时候的纠结可能就是觉得说，那到底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对。但其他上其实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要么就是别人喜欢上别人了，就是他又喜欢上别人，或是我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想要停下来，所以是自然的变淡了。就是结束了这样。那因为其实结束，我本身不会有特别难过吗？难过大概就1个礼拜吧。就我常常后来或许
你没有那么喜欢他，也没有。我在感情，我自认为我很投入，就是我很认真付出，但或许是我不晓得，我就不觉得，也有可能就像别人，就有人会说，就是或许我最爱的是我自己吧，我没有办法那种把别人，他可以摆在跟我一样同等的位置，但他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像有些人把对方摆在优先超过于我的位置，所以再怎么样我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平等的进行式，所以我跟他需要同等的在一个平行上面。如果任何一个变大，或是不管是他或是我变得过大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感觉到那个不平衡，我就会觉得有问题这样子。所以当这个分开对我来讲不会是一个失衡的状态，就是我还是能够维持我自己的，我很快就可以恢复了。对我来讲，我可能是也不喜欢我就很不喜欢这样为了一个人，我不太喜欢太过于觉得没有谁会死掉，对，所以我都。那会不会对方会觉得说你这样就是不够爱他，然后为什么才难过1个礼拜而已？他可能要难过1-2年，你都要分手，你管我难过多久？然后你只有1-2个礼拜，他会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不够平衡。我也不是说什么像有些人一分手马上就交别人男朋友，没有，就是我的很难过，我会哭或什么，但就大概1个礼拜，对我来讲，我就会想说好了，可以了，我的理智就会告诉我说好了，可以了，反正再怎么样就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们永远不会回到之前那样，那就好了。那我的时间就是花到这里，我就不想要再投入下去对啊，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的，我应该努力的是另外，我应该说这辈子我的所有福报都用在我的找伴侣、找男朋友、找另一半的上面。对，就他们从来没有人对我不好，那很多时候就是慢慢成长到不一样的样子。人跟人之间当初会在一起，一定是在某个 level 上面，就是在同一个水准上面的才会契合嘛。可是随着时间，一定会有人，就是双方的成长可能速度会有点不一样。那不能说是谁对谁快谁慢，有时候是2个不一样的方向。那到某一个时候，就真的是得分道扬镳，也不是谁的错。对啊，对，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因缘。你到这个地方一起成长，可是可能你已经走到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上，或什么，对，或许是他跟你走是不同方向。对啊，我不晓得别人分手难过是因为觉得损失很大吗？还是觉得那种投资失败的感觉？我其实有点不太懂，因为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被辜负，或者是觉得我受委屈，或者是觉得我被骗，所以那个感受我不会觉得是我失去了什么，而是我只是难过，就是我们要结束了，就这样子而已。但我会知道，因为它就是要结束了。我不是难过说啊，我跟他这段时间的付出怎么得到的是这种结果，或者是说我觉得他在骗我，或者是我觉得不成比例的付出跟代价这样等等。我倒是我会是比较像是看完一场电影，我难过的是啊就要结束了要散场这样，就这样子而已。因为很多女生可能觉得交往久了，她之前付出的，她是用一种比较利益啊或 CP 值来看，说我之前的青春就完全都付出在你的身上，那个再回不来的青春。但男生也是啊，他也是把青春，可能就是这样。男生也是把青春在你身上。然后有些人是因为年纪大了，又觉得交往这么久了，那如果今天分手的话，那还会有下一个吗？可能有人都是这样的考量，才会有这种觉得我的青春岁月都赌在你的身上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赌？没有，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毕竟就是一起相处这么久了，我在你身上也付出了蛮多了，对，然后他会觉得一旦要分手，他就已经觉得说啊，那我在为过去的那一段失去的岁月感到有一种投资失败吗？对啊，或之类的吧，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不太能够理解。
我也没办法理解，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样子，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那种喜欢舍不得的感觉很奇妙，我就是大概1个礼拜左右就会干干净净的，我就好像就没有了，就。所以你就是那种比较能够跳脱出来那种情感上面的纠结的啊。因为很多人都说，知道一件事情最难的就是人，人因为有情感又会更那种纠结感就会更强烈。对，因为情感这种东西其实是很难跳脱的。对，一旦事情加上了情感面，就有可能是就没办法。我就比较比较 focus 在专注在自己身上，我就不会去想要知道说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或者是他我们分开他到底是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就没有想。所以你也不会是那种分手以后还去关注别人，不会，但我是可以继续做朋友的人啊。我没有排斥。那对方有想要跟你继续做朋友吗？看对方哦，就是大部分呢，就也是还有继续做还是朋友，但是也是有后来就是慢慢就即使朋友也是后来各自生活越来越远，就没有刻意去联络就结束了。但是我因为毕竟没有到你知道互相交恶到对，但我知道有些人是不管有没有交恶，反正不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就不可能是朋友。那也 OK 啊，我是无所谓啦。我是就是如果是朋友我也不会，因为那感觉是完全不同，所以对待的方法也完全不同，对我来讲是没有差。但完全就是看对方，或许我是伤害别人的那个人，所以可以讲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不是很多人都会这样，但我自认没有对啊，没有做，对啊，没有劈腿，没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啦，梦中情人其实要是在梦中啊，总是要醒的吧。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认定什么样的梦中情人，我觉得其实就是有点像是那个镜像的感觉，对不对？你看到对方的状态就只是你一种镜子的投射，那可是对方的那个投射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样子，对啊，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应该自己也要变成具备有那个状态的那个像那个人这样。条件好的对象定义到底是什么？我就喜欢定义任何东西，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对很多感性的艺术家来讲，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量化。对，你应该问一下你的那个艺术家对象。对，他可能觉得他应该是你最好的一个条件的对象，是不是？你说他对我来讲，对，没有啊，他可能认为他是你很好的条件的对象，因为他可以给你满足你所有的现在说的情绪价值之类。对，但因为他应该也不是，他也不是那种觉得什么我配他不够或者什么，是因为那时候也都还年轻嘛，就正好就是觉得说很在喜欢玩的事情一样，对很多笑点或是对很多有兴趣的事情都喜欢，就是都有合到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就可以相处，但是不会有觉得说是不是我是对你最好的那一个这样子。对，那对啊，所以应该他没有这个啦，我不晓得，至少他在对我的整体的讲话或什么不会出现那种，就不管你要去挑谁，我已经是你最，或者是你反正你离开我是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人，不会，他是基本上他如果有任何一种这种讯息在就会马上出席的话，我马上就会离开。对，因为他知道你很理性啊，他应该也知道对，他或许也不喜欢那种比较。我觉得其实他不太会想要找到跟他类似的人，对不对？就是对，因为他就找一个可以互补的。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很抱歉，我没有一个情绪接得住，sorry， 就是你无法提供他要的情绪价值。他是真的可以把我接得好好的，就我要哭啊、气什么，他都会非常的。就是去认真的去看待这个那个情感，但他的那个情感大到我就觉得我 hold 不住这样，那我就会很常就是那种愣在那边，或是
没有办法，就是我就会觉得why，就是常会有一种我发现他很多时候的情绪只是想要发泄出来，他没有想讨论任何事情。可是对我来讲，我会想要理解这情绪从哪来，或是我们想要讨论我希望下一次不要再这么大的情绪起伏嘛。可是对他来讲，讨论这件事情不是重要的，他想要是我现在丢出来，需要有人能够接住，然后跟我一起感受这个东西，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东西太大了。他今天出来，我希望他下一次不要再出来，所以我们要不要讨论怎么样让他下次不要？所以我们两个点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很像丛林的挑战，有没有去丛林冒险？对啊，对，但他希望一个跟他可以一起去冒险的人啊。对，但感觉上以他的个性，再找一个一样一起去冒险，很快就死掉了。总是要有一个人知道风险在哪里吧，拉住他。前面明明就有悬崖，不要跳下去，他就要有一个人拉住他。前面看起来有黑熊的大便，我们就不要再过去。黑熊看起来有走过的人，对，就你也不能说就是世上就是没有人不好，就是大家都没有不是不好的人，这样也没有谁要对谁不好，或是刻意想要欺负对方，或是刻意想要恶劣的对待对方，都没有，那就真的只是一个就是缘分到了，就是真的就是大家长到某一种程度会觉得啊，就你会知道都不可能改了，也不需要改，对，就是他也没有错。对，因为改这个没有用，是每个人不同的特质，他想要变成一个很理性的人也非常怪啊，就也没必要这样。所以感觉就是硬要把一个圆形的东西把它放进一个方形的盒子，对，就没有必要这样。那所以你就会知道，就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就你也不是会跟他交恶这样，就对，就是很平常，就会像一般朋友这样，对啊。所以我现在觉得感情跟灵魂要怎么样互相搭配，要非常的 match， 其实有点难。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两个人有没有办法一起成长啦。最害怕的是有一个人是属于他就觉得他不用再成长，他就觉得就这样子，宁愿要站在原地，或者是他就是用他的步伐，他没有想要互相，因为我相信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是各自有一些包袱，各自有一些重担，各自有的责任，那是不是能够互相 cover，互相协助，你扭到了我扶你，然后我脚酸了你背我一下等等的，互相的，然后一定会碰到一个就是生活情感各方面某一些低潮，然后露出最脆弱最原始最不堪的样子，那你还能不能忍受？或者是我愿不愿意露出来给他看？那我会认为是在感情上有没有办法度过的关键，这样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在比如说我们到这年纪哈，你很难找到，就像年轻20出头的时候，你还有办法，讲说我们一起吃苦啊，然后男生怎么样，就是我们大家辛苦一点，一起吃苦过日子熬过去或什么的，然后但是到某一个年纪你会知道说到这个年纪你会知道说有时候人在好好的时候有钱，然后有工作，然后志气满满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对你好啊，可是当他的志气不够，自尊心低落，然后钱不够，经济状况出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在这么低落状态下还对你好，就是另一件事情。对啊，很多时候是原来你低落之后会变成是攻击性。你低落之后，有些人低落之后，对，就像有时候我们人低落也会这样，什么都怪，就是不会怪自己啊。在状况不好或者是压力很大，就觉得都是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帮我分担，或者是都是你为什么造成我更多麻烦等等。那这有时候就是争执的点吧。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啦，就是感情就是两方面都愿意去看到自己的一些弱点，然后两个要怎么样协调一起走下去比较重要。对，就算没有走下去，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可怕的事吧。
就有时候我相信每一段路你走下来，你一定会学到某一些东西，那都是为了你下一段路做准备。所以真的没有我觉得好像要把自己的人生赌在某一条路上面的时候，可能那个得失心就会变得非常重吧。对对，你是说一定要一个什么结果？就一定要有个结果，就是要么就是有时候没有结果也是一个结果，对不对？就好好的结束也是一个结果。对啊，就好好的结束也是一个结果，它不一定是需要，搞不好真的好的结果是在下两段，你前面就是需要破关去得到很多宝物，你才有办法用在最后的魔王关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足够去对待这一个人。我想我会我突然想起来，就我记得我就是读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一个姐姐，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非常有就是非常有想法的女孩子。然后她大概她比我们都大概快10岁，因为我同学是他们家最小，就是后来爸妈意外又怀的这样。然后她姐姐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她姐姐结婚了，然后她跟我讲说她姐姐有超多男朋友，然后她姐夫也都知道这样。那时候对我们来年轻那时候来讲，我想哇，就姐姐这样还可以找到，就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姐夫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各方面条件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忘了是他姐夫跟我们讲的，还是他姐姐跟我们讲，反正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他就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趁年轻，尤其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就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不断的想办法交男朋友女朋友，就想办法去谈恋爱。然后你会一直错，然后呢，你每一次错，你就会得到一个说，哦，原来我要怎么样对待别人。然后你最好交100个也没关系。然后在你真正碰到你最喜欢、最所谓的梦中情人或者所谓的理想型的时候，你才手上有很多牌、很多工具，有很多技能，你才可以知道说这个人适合用什么方式对待他。他都会就告诉我们说，这前面全部都是类似一种在练功的一个时间，这样。我觉得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是还蛮重要，所以我后来的情感上的失败，我并不会觉得失败啦。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失败，我就会觉得说是哦，好，这至少我的这个方法不适合这个人。有些人不可能不适合这样对待这样子，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失败的点是什么这样，但他不会就是击垮我什么事情。但是至少就是你在每一段你是愿意跟别人相处当中学习一些东西的。是啊，我是还蛮乐意的，因为我是但是很多人其实就是同样的在不同的对象身上，但是都在同样的一个部分跌倒。对不对？就是可能他交往的不同对象，但是其实他会面临的问题就一直以来都还是同一个问题，那就可见他并没有从中学到任何东西。对啊，因为好像大部分都会想要在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嘛。对，就不会啊，就是如果问题就如果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内心最大的一个缺口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的话，你就会一直找到某一个同样的东西来填你那个缺口。所以你就会一直找到同样的人。你可能心里有个方形是空的，你就会想办法找方形的来补啊，或者是四角形，或者是任何的梯形，你以为是四角根本就不合的，你也会拿来补。对啊，可是事实上那可能根本就不是。就一直在重复同样一个问题的一个点，这样子，就是你为什么一直想要找这，或者你为什么一直被这样的人吸引？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部分，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你要找出来，你或许是那个造成关系破裂的那个主要的因子。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观点是说啊，你的世界出现的一切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可能就是你就是那一类的人，所以这些人出现只是让你什么锅配什么盖对，就是让你来好好的挑战你、考验你这样子。
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就你说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这种血缘东西，你又没有办法换，就是你不可能去换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在跟你不合或是怎么样，你就是得吞下来嘛，这种血缘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都觉得像情感这个男朋友女朋友或是另一半或者是公司同事这种人的其他血缘以外人关系，是你最能做决定的，你不舒服你就可以断掉。为什么好像还是很多人会卡在不舒服的关系里？因为对我来说最不可能切断就是血缘这件事情嘛，就是你要切也没用，它就是纠结一辈子的事。那其他的关系都是我们可以决定到底他要不要继续，对，就绝对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不是由别人决定的嘛，对啊，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最终的部分就是你要不要找到那样子的理想的情人的条件，还是在于你自己是不是符合你要的条件那样子的人。还有你有没有认清你自己的基本条件，基本的本质上的不管好或不好的，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你总不就你的确会想给别人好的那一面嘛，可是你不好那一面到底如果被看到被拒绝或是被打枪或是被不喜欢，你有没有准备好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对不对？对，好，不然我们就好好的成长自己，调整自己，你要不要先去交朋友？梦中情人变成只有在梦中出现。对啊，你要不要先睡醒？赶快就去交朋友。好，那我们先去睡一觉不要再睡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拜。